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秋天是吃香芋的季节，今天用香芋搭配苦瓜分享一道好吃的下饭菜。首先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香芋，削掉外皮。香芋含有丰富的粘液蛋白，在处理的过程中最好戴上一次性手套，不然会引起皮肤过敏。去完皮的香芋切成厚片，然后再简单的改下刀，切成大约2到3公分左右的小块。香芋的营养十分全面，富含优质的蛋白质、维生素、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，全部切好放在盘中。接下来准备一条苦瓜，把头尾各切掉一小部分，因为头尾的肉质比较硬，放在一起炒的话会影响整道菜的口感。接下来把苦瓜再次对半切开，准备我家小孩吃饭的勺子，把里面的瓜子瓜瓤也处理干净。很多朋友总是在纠结为什么炒的苦瓜这么苦，其实他们是省略了一个步骤。我们要把苦瓜内壁白色的膜刮干净，这样可以减少 90% 的苦味。这也是酒店大厨教我的制作方法。把苦瓜简单的改下刀，切成大约2公分左右的小长条，然后再切成2到3公分左右的小方块，全部切好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小把去皮的大蒜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。大蒜我们要稍微的多准备一些，增加香芋的蒜香味。切好放在小碗中。准备一颗老姜切成姜丝，然后再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末。老姜不仅可以去腥，同时还可以增加食欲。喜欢吃辣一点的，准备几个小米椒切成小圈。如果不喜欢吃辣的朋友也可以不用放。全部切好和姜蒜放在一起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往碗中打入几枚鸡蛋。鸡蛋的数量也是根据家里人口的多少来定。食材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。起锅，加入平常炒菜多一点的食用油。油热之后，把准备好的鸡蛋倒在锅中。今天的鸡蛋不需要打散。刚下锅的鸡蛋不要直接去动它，大约煎至2分钟左右。底部完全定型以后，稍微的放动一下锅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粘锅，同时还可以使鸡蛋受热更均匀。开最小的火，靠上锅盖，大约焖2分钟左右。这一步的目的是使蛋黄快速的成型。大约2分钟以后，稍微的放动一下锅，这个时候的蛋黄也慢慢的定型了。煎制成视频中这样翻过来煎另外一面。我们要把2面都煎至金黄，煎出香味。用锅铲按压一下，感觉没有回弹，证明现在的蛋黄也已经完全的定型了。接下来简单的改下刀，这样方便入味，同时也方便老人和小孩食用。现在的鸡蛋颜色金黄，看着也非常的有食欲。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备用。另起锅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有条件的加入猪油。把准备好的香芋直接倒在锅中，用锅铲把粘连在一起的拍散开来，这样方便成熟。一般我们在饭店都是用油炸的方式，那样油太多，吃着也不健康。其实就像视频中这样，不停的放动锅，使每一块香芋都受热均匀。这里我们一定要有耐心哦。把一面煎至金黄，我们就翻过来煎另外一面。我们要把香芋的2面都煎至金黄，煎出香味。因为香芋的淀粉含量高，我们在煎制的过程中一定要不停的翻动，不然的话很容易粘锅，这一步特别的关键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菇里面的香芋表面呈金黄色，看着也特别的有食欲，煎制成视频中这样盛在盘中备用。菇流底油，下入切好的苦瓜。同样的方法，我们要把苦瓜煎至表面微微金黄。因为苦瓜的含水量比较重，我们在煎制的过程中，像视频中这样不停地放动锅，使每一块苦瓜都能够受热均匀。苦瓜在很多地方也称之为凉瓜，尤其是炎热的夏天或者是干燥的秋天，我们适当的多吃一些苦瓜，这样对身体非常有益。大约煎至2分钟左右，把苦瓜的表面煎制成焦黄色。接下来加入切好的姜蒜、小米椒，快速的翻炒均匀，把辅料炒出香味和辣味。接下来加入少许的温水，因为现在的苦瓜还没有完全的成熟，加入小半勺的食盐入下底味，少许的生抽酱油提鲜。接下来把香芋也直接倒在锅中，稍微的焖煮一下，使香芋和苦瓜充分的入味。大约煮至2分钟左右，这个时候的香芋和苦瓜也非常的入味了。最后把准备好的鸡蛋直接倒在锅中，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，使鸡蛋、苦瓜、香芋几种食材完美的融合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加入少许的水淀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，把所有的食材快速的翻炒，炒出锅气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香芋炒苦瓜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做法，就赶紧收藏起来，有时间做给家人们尝试一下。这样炒出来的苦瓜有鸡蛋和香芋的鲜香味，口感爽脆，香芋软糯入味，鸡蛋吸收了香芋和苦瓜的清香味，吃起来特别的回味。如果视频对您的厨艺有那么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